极端新闻上头条，移居拉美有奇招。我们移居拉丁美洲3年有多，每隔几个月，不是厄瓜多就是墨西哥出大事，黑帮火并，紧急状态，新闻上都是战区级别的冲突啊。其实换个角度看，这些吓人的新闻里暗藏着聪明人的恐惧折扣。好啦，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这年头把资金跟生活都搬来拉美，是来避险还是来赌命呢？今天就来深入研究如何把这些吓人新闻形成的周期性噪音，用风险管理的方式变成可控因素，一起来看穿拉美治安的底层逻辑。Vamos！不如先来谈谈居住在拉美的人身安全，看看最近发生在墨西哥的事件。悬赏1500万美金的美国通缉犯 Amancho 被就地正法之后，黑帮 CJNG 就在墨西哥多个城市的街头实行疯狂报复，可是真枪实弹呢，这根本是在打仗吧？不算打仗，算是内战吧。在这些街头战火的背后，其实是地下物流巨头的 CEO 倒台后引发的一场明争暗斗，所以波及墨西哥好多个城市，并且持续了好几天，本质上是千万美元级别的行业内斗。但街头火拼、烧车堵路真的很吓人，这也叫行业内斗？难道上街也要买件防弹衣吗？这就要看懂黑帮为什么要搞事情了。他们打着为老大报仇的旗号，实际上是在抢夺物流节点。当然了，也有很多是在跟警察、军队火拼。既然要抢地盘，总要认真点做个样子嘛。原来是在演古惑仔抢地盘的戏码啊。没错，很多都发生在泛美公路沿线，还有太平洋的深水港口区。只要不去那些转运枢纽凑热闹，子弹不会飞过来了。在拉美的安全不是靠运气，而是靠风险管理。这事情还能管理？总感觉每个拉美国家都有黑帮啊，怎么管呢？确实哪里都有坏人，但首先要厘清概念。风险管理并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，而是一套配置方法。我总结了3个通用的安全方案，可以按照自己的预算跟需求来选择。第一种称之为付费结界，这是氪金就会出现的魔法防护罩吗？什么意思嘛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用钱画出一道物理防御的界限。比如选择住在配有安保套餐的社区大楼，每个月交个100-200美金的物业费，就能买到实体围墙，顶部装有防盗电网，加上24小时的监视器，小偷想翻墙而入嘛，根本是做梦。感觉也没多厉害。还有会不会像那个厉害国的监视器一样，一到关键时刻就自动失灵呢？这里的监视器通常是连线到保全公司的监控网络，一有动静，系统有直通当地警察局的警报线路，再加上门口的持枪警卫，这跟那些只会帮你收包裹的管理员是完全不同的防御级别哦。我想起有朋友就住在这种的高级社区，有安保，有围墙，还有健身房大花园，就是管理费比较贵，差不多要150美元呢。付出真金白银买的不只是游泳池跟健身房了，更是买断了日常的意外摩擦，把未知风险最大限度的降低。如果不想住在这种封闭的社区，想享受南美风情，下楼就能喝杯咖啡的生活，又该怎么选呢？那就选第二套方案，经济护城河。拉美的城市也有护城河吗？拉美很多国家的首都或大城市都有一个历史中心，外国观光客是这些地方的经济命脉。为了保护这个钱袋子，不要产生负面新闻给主流媒体报道，所以当地政府会把这些橱窗保护周全，全副武装的警察3步1岗5步1哨都很常见。等于住在观光区就能免费征用国家级的武装警察来当保镖，这很划算呢。表面上是这样，但聪明人要懂逆向思维。天下太平的地方还需要国家警察拿着枪在站岗吗？你的意思是警力越密集的地方，潜在威胁可能越高吗？享受了免费安保，代价是要接受生活在一个高潜在威胁的泡泡里哦。
这让我想起厄瓜多最大的城市瓜亚基尔，最热闹的观光区就是马里贡滨江大道，那里是非常现代化的步行街区，咖啡馆、餐厅、酒吧应有尽有，而且感觉很安全。但重点是，整个区域都有高高的铁栏杆，跟城市其他区域隔开，真的就像个安全泡泡。很精准的护城河例子啦，在马雷贡里面是既现代又安全的泡泡，一旦走出去就是真实世界。如果在拉美想享受热闹的现代都市生活，活在泡泡里也是个选择。如果不想每个月缴那么多安保费，又不想活在泡泡里，有没有不需要那么多防备的地方呢？有第三套方案，利用地理环境的天然隔离带。我们人就在厄瓜多，来摊开地图对比一下，为什么瓜亚基尔的港口那么乱呢？为什么很多安第斯山上的城市却非常安全呢？难道是因为黑帮不想爬山吗？因为黑帮的目标市场都在北美或者欧洲，通过太平洋的海运航线就能直达目的地。如果要把几吨重的货用大卡车开到山上，光是油钱损耗就吃掉了一堆利润了。有没有人买货都还不知道呢，这就不符合商业逻辑嘛。原来如此，客户在哪里，货物就往哪里走，所以只要反方向走就能安全。这套风险管理的底层逻辑，不是在问拉美安不安全，而是用一把尺去测量地图上的物流路线。聪明，不管是移居哥伦比亚，还是墨西哥或者厄瓜多，都要先打开地图，做好功课，寻找缺乏物流价值但气候物价又适合自己生活的城市。相信在拉丁美洲，符合这种条件的地方应该有很多。可以举例说明吗？我们所在的厄瓜多昆卡就是最好的代表，另外还有秘鲁的库斯科、玻利维亚的拉巴斯，或者考虑去阿根廷，这样就完全躲开了太平洋的转运航线。原来还有那么多的选择，真的是有选项才像样。而且还有一点，我们应该感谢主流媒体经常报道的极端新闻。正因为天天都在说黑帮怎么乱搞，把那些没有经过仔细思考的人、跟风投资炒房的人，基本上都吓跑了。所以今天才有可能用相对更低的价钱买到高于价值的优质房产。如果哪天听到主流媒体开始报道拉丁美洲很安全的时候，估计房价早就翻倍了，其他红利窗口也会关闭。这就是开头所说的恐惧折扣。这么一算，人身安全这笔账算是明白了。不过保命是一回事，而把身家财产搬过来拉美又是另一回事啊。听说拉美有些信用社甚至银行也会倒闭，把钱放在这里，难道会比放在亚洲那些宇宙大银行更安全吗？有这种恐惧，是因为大家都被主流媒体的刻板印象给固化了。在新闻界里有一句名言叫做"有血腥才吸金"。你的意思是媒体只报坏消息吗？主流媒体为了卖广告，都会大肆报道银行倒闭那一瞬间的恐慌，因为这能带来极高的点击率嘛。但通常不会花时间去追踪后续了，去告诉你这个国家的体制是如何收拾残局，因为法律理赔的过程都很无聊了。根本没有收视率，而这些就是在地生活的人才会知道的真实资讯差。那真实的后续到底是什么呢？难道银行倒闭这件坏事还能变成一件好事吗？在拉美，银行倒闭属于金融事件，背后有一套制度性破产的底层逻辑。简单来说，在银行破产发生之前，国家的存款保险机制就已经清楚写好该怎么拿回钱，这里有一道法律防火墙。能举个实际的例子吗？前几年，墨西哥一家银行 Banco FAMSA 宣告破产，存户的钱灰飞烟灭了吗？并没有。墨西哥的存款保险机构立刻介入清算，超过 99% 的保证金都顺利退还给了存户。当时的保障额度大约是40万 UDIS。等一下，什么是 UDIS 呢？是墨西哥披索吗？ UDIS 的全名是投资单位，
这是墨西哥政府为了确保存户资金不会因为通膨而贬值的记账单位。40万 UDIs 折算下来大约是15万美金，只要存款在这个额度内，全部都能拿回来。15万美金的保障额度确实让人安心不少，不过处理这些理赔程序应该也挺麻烦吧？有这种想法也是主流媒体的资讯差所带来的错觉了。另外一个案例，在2025年年中，厄瓜多有一家总部在昆卡拥有近10万存户的 Grea 信用社爆雷了。当时新闻标题写得非常吓人，感觉像是世界末日来临了。这种情况，存户会像利害国的维权人士那样，跑去政府门前下跪，祈求青天大老爷来主持公道吗？下跪不如下面吃了。现实是，厄瓜多的存款保险机构立刻介入，你猜结果如何呢？估计钱能拿回来，不过利息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吧？最精彩的是后续处理，正是主流媒体缺席的好消息。这家信用社的资产以及账户直接被另外10几家健康的金融机构给吸收了。意思是存户的钱直接转移到别的银行了吗？没错，对于大部分的存户来说，不需要请律师，也不需要走繁琐的申请程序，户头的钱直接平移到另一家银行，不仅本金一分不少，连原本该赚的利息也照样保留。这就是制度性破产的威力啊！市场淘汰了烂银行，但保全了存户的利益。感觉像是金融系统的新陈代谢啊！如果不是在当地生活，根本不知道拉美的金融系统有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啊！而且这不是偶发事件啊，而是一套通用的完整系统。几乎所有成熟的拉美国家都有一套相似的金融防护网。聪明人考虑移居的时候，不是问银行会不会倒闭，而是去了解这个国家的保险机制，然后分散投资，这才叫资产风险管理。感觉这才叫制度自信啊！当看懂了媒体报道所形成的周期性杂音，学会拉美国家的金融防护网，这样才不会被隔三差五的极端新闻所惊吓哦。所以绕了一大圈，回到开头的问题，移居拉美是在赌命吗？今天分享的真实案例就是一种风险管理的模式，我们用地理红利、付费结界，最大限度保障人身安全，用拉美的存款保险机制来建立资产防火墙。世界上不存在零风险的地方，但懂得底层逻辑，就能看穿主流媒体营造的恐慌，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份恐惧折扣了。但说真的，光看新闻会觉得拉丁美洲随时都要崩溃，天天报哪个国家选出极端总统，又说要搞社会主义，今天亲中，明天亲美，感觉政治乱七八糟啊！如果新闻不够耸动，谁会看呢？媒体总是把镜头对准那些最戏剧化的宏观政治，而忽略了对移民者来说真正最重要的小事。比如像信用社爆雷，但存户1分钱都没有少，这种关乎身家财产的小事吗？完全正确。其实无论拉美的政治怎么摇摆，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，早就有一套不完美但自动的系统在运作。当然了，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极端的变化，比如像委内瑞拉那样。所以意思是，生活并没有因为换了个总统就天崩地裂咯。在拉美的社会，很着重社区、家庭、朋友的关系，还有对于生活本身的热情，这些因素就足以产生很微妙的化学作用，维持着秩序的平衡。即使出现游行示威，甚至跟政府有激烈的冲突，大家也是当作一种解决矛盾的途径。或许可以称之为动态平衡吧，但估计黑帮问题是个例外吧。那有点像是个平行宇宙吧，只要不走进他们的行业内斗范围，在日常生活里碰到极端暴力的几率真的很低。
这么一梳理，拉美真实的样子越来越立体了。不过，就算理智上听懂了这套风险管理的逻辑，真要跨出移居那一步，相信很多人心里还是会有很多顾虑吧。对啊，阻碍从来不是机票、签证或者资金，而是脑袋里的那堵无形高墙。真的，表面上看，那些宇宙级大银行会更稳妥一点，毕竟背靠祖国嘛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有钱有能力，却始终移不了民，或者移民之后又痛苦的回流的原因之一了。下次有机会再来谈谈这个话题吧，分享我们如何跨越那堵无形高墙，真正做到身心自由。无论如何，出发前都要做好功课哦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朋友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。想了解更多拉丁美洲的资讯，来看看这支影片吧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瞧瞧，拜拜。